宜将圣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南跨海峡收台湾，太平待诏归来日，朕与将军解战袍。给我一个强烈的感觉，台湾问题的解决已经到了临界点了。习近平主席和党中央已经下定决心要武统台湾了。7月1号是中国共产党的150周年吧，建党日。习近平主席发表了一番对于台湾的讲话，你听起来就很有玄机呀，朋友们，听听。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我们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9·2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习主席的讲话，统一台湾不提和平了，而且要说只争朝夕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标榜青史，真的是时不我待呀，朋友们不是150周年，而是105周年，刚才口误啊。其实已经有强烈的信号说明统一问题中央已经下决心了。掀开台海70余年的历史长卷，你会发现一个冰冷的规律，每一次呢，当两岸关系真正的站到十字路口，总有一只看不见的手硬生生的把方向盘掰向了对抗。1949年国民党残部退守台湾，那原本只是解放战争一个未完成的句号，在这个句号迟迟未能画上，一拖就是77年了。在此期间呢，外部势力从没有真正的离开过这张牌桌，而岛内的政治生态也是一轮又一轮的选举政治中呢逐步变质了。台湾问题之所以拖到今天，内外因交织成一张密不透风的网，但所有的网都有断裂的时刻。2025年底到2020年的上半年，这张网呢正在被从多个方向同时撕开。1949年的秋天，当解放军席卷东南沿海时候，渡海作战的军事方案已经摆上了桌面。金门战役的失利呢，让决策者意识到跨海登陆的复杂性与艰巨性，但战略方向从未动摇。然而1950年6月25号，朝鲜战争爆发2天后，美国总统杜鲁门下令第7舰队侵入台湾海峡，同时抛出所谓的台湾地位未定论，这一刀直接砍在了中国内政的命门上。此后数十年，台湾问题被彻底的国际化。1954年12月，美国与台湾当局签署了中美共同防御条约，将台湾纳入其西太平洋的防线。同年9月，
解放军发起了93炮战，以火力警告美台军事勾连。1958年823炮战更是持续了40余天，炮弹如雨点般的落在了金民岛上的同时，也把中美在台海的博弈推向了冷战时期的第一次高潮。最终，美方被迫恢复大使级的会谈，在一个中国问题上做出有限让步。但外部势力的介入从未停止。1995年，李登辉以私人名义访美，在康奈尔大学发表演讲，公然挑战一个中国原则。次年3月，解放军在台湾海峡进行导弹试射和军事演习，美国随即派遣2个航母战斗群靠近台海。台海局势再次剑拔弩张，这是冷战结束后中美之间最危险的一次正面交锋。彼时，大陆的海空军力量尚不足以在远海与美国抗衡，外交抗议和有限的军事威慑成为主要的应对手段。进入新世纪，岛内的政治生态发生了剧烈的变化。2000年，民进党首次执政陈水扁推行一边一国论，两岸关系陷入了长期的冰冻。2008年，马英九上台以后，两岸在9·2共识的基础上实现了经贸往来和文化交流的大幅升温。2016年，蔡英文上台以后，拒绝承认9·2共识，两岸官方交流全面停摆。蔡英文8年任期，岛内的课纲改革将中国史大幅压缩，去中国化的教育从根子上改造年轻一代的历史认知。2024年5月20号，赖清德就职演说中抛出两岸互不隶属的论调。2025年3月13号，更推出所谓的17项应因措施，将大陆正式定性为境外敌对势力。与此同时呢，赖清德当局积极的呼应日本的右翼势力，美化日本殖民台湾时期的历史，将皇民化的教育包装成所谓的现代文明启蒙，把台独史观植入了公共话语体系。这条路越走越窄，越走越疯狂，但历史的剧本总在人们习以为常的时候悄然翻篇。进入了2025年底，所有人都察觉到台海方向的风变了。2025年的12月17号，华盛顿那边传来了一声巨响，即将卸任的拜登政府宣布了一笔价值超过111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这不仅是金额的史上之最，更危险的是清单内容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系统射程可达300公里，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可覆盖福建的沿海目标，帕拉丁自行榴弹炮是最新型号的远程压制武器。这些装备的火力等级远超防御性的范畴，进攻性的色彩极为鲜明。这相当于在别人家的院墙外硬塞一个不孝子孙的一筐石头让他准备随时砸向自己的祖宅。赖清德当局心领神会，随即抛出所谓的史无前例的400亿美元的军购意向，涵盖无人机、反舰导弹、潜艇技术等敏感领域。一边是外部势力递刀子，一边是岛内分裂势力磨刀霍霍。这种以外谋独的戏码在2025年的冬天演到了最丑陋的高潮。但这一次北京的回应不再是外交部的强烈谴责和国台办的严正警告，而是一道冷冰冰、可量化、可执行的反制指令。如果说过去的应对是敲山震虎，这一次就是拆山填海了。如果说军事是明面上的雷霆，那么经济领域的操作就是一场无声无息的断奶行动。大陆的第一张牌准确地打在了这张曾经让台湾企业赚得盆满钵满的优惠券上。2010年的6月29号，这份海峡两岸的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在重庆签署的时候，台湾的经济界欢腾一片。早收的清单中大陆对台湾开放了539项产品的关税减免涵盖了石化、纺织、机械、运输工具等台湾最具竞争力的出口品类。此后的10余年间，成为台湾出口增长的重要引擎。两岸的贸易额从2010年的1453亿美元一路攀升到2022年的3196亿美元，翻了1倍有余。台湾方面自己统计更为直白，截止到2023年底，在货物贸易领域给予台湾的关税的优惠累计超过101亿美元，是台湾对大陆累计减免关税的10倍多。换句话说，大陆从台湾拿到1美元的关税优惠，台湾就从大陆拿走10美元。这本是两岸一家亲最实惠的注脚，是大陆释放给台湾同胞的最大善意，也是9·2共识在经济领域最直观的成果。然而民进党当局的做法是吃饭砸锅，他们一边享受着巨额红利，让大陆让利的钱去补贴岛内的财政，采购美国的武器，一边在岛内大搞去中国化，把大陆的善意当作独立的资本。
每年早收货品出口几百亿美元，民进党却反过来用这些贸易顺差去交保护费，买美国的军火对抗大陆。对此呢，大陆的反制逻辑异常清晰。既然你不认9·2共识这个政治基础，那就别怪我收回经济红利。从2023年开始，反制措施密集落地。2023年12月15号，商务部经过数月调查，正式认定台湾对大陆构成贸易壁垒。同月21号发布公告，对丙烯对二甲苯等12个税目的产品终止协定的税率，自2024年元旦起执行。岛内的石化界已经嗅到了危险的气息，但更大的风暴紧随其后。2024年5月30号，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再发布公告，决定6月15号起对原产于台湾地区的润滑油、基础油等134个税目进口产品终止适用协定的税率，两批合计146项，足足占到了539项早收清单的近30%。这不是临时起意的惩罚性措施，而是按程序、按规则、按法理分步推进的制度性调整，每一步都留有观察期和缓冲余地，但这每一步都在不可逆转的向前推进。数字是最诚实的影子到了2026年6月29号签署满16周年之际，台湾的陆委会自己公布的数据都透着一股前所未有的含义。2025年早收货品输大陆出口的金额已经降至131亿美元，占台湾对大陆总出口比重由2016年的26.3% 跌至了13.1%，创下了生效以来的最低点。更令人心惊的是更长周期的大趋势。台湾对中国大陆含香港的出口占比已经从2020年的 43.9% 腰斩到2025年的 26.6%， 意味着台湾出口对大陆市场的依赖度正前所未有的速度降低，但降下来的份额并没有被欧美市场完全填补，相反，许多订单直接流向了日韩竞争对手。台商赴大陆投资的金额占整体对外投资的比重，更是从2010年巅峰时的 83.8%断崖式跌到了2025年的 3.8%， 2026年前5个月进一步萎缩至 0.9%。 这组数据的背后是一场静悄悄极为深刻的结构性的转变。过去几十年，台湾接单大陆生产全球销售的黄金三角模式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崩解。以台塑、台化为代表的石化龙头企业产品线被收回关税优惠以后，在大陆市场的价格竞争力大幅的削弱，订单被韩国、日本、三菱等竞争对手迅速的蚕食。纺织行业更惨，中小型面料加工厂原本依赖向下零关税出口到福建、广东的服装加工集群，如今关税恢复以后，利润薄如蝉翼的纺织业几乎无利可图，大批的工厂要么减产裁员，要么被迫转移到东南亚。岛内的学界、工商界对此心知肚明，但民进党当局除了用分散市场的新南向政策这类空洞的口号安抚舆论以外，拿不出任何实质性的解决方案。大陆用行动告诉了台湾社会，红利不是白给的，政治基础一旦动摇，经济繁荣就是空中的楼阁。如果说经贸施压是温水煮蛙，那解放军的行动就是直接掀开了锅盖。从2024年5月的联合利剑2024到同年10月的联合利剑2024，再到2025年4月的海峡雷霆2025，三轮演习已经把这个触发式的回应做成了剧本化、常态化的部署。但真正让外界意识到剧本已经彻底翻篇的是2025年12月29号清晨启动的正义使命2025演习。当天上午7时许，东部战区的新闻发言人施毅陆军大校宣布，东部战区组织陆军、海军、空军、火箭军等兵力在台湾海峡以及台岛北部、西南、东南以及东方向同步展开海空战备警巡，夺取综合制权、要港要域封控、外线立体涉阻等科目演练。东部战区随后发布了联合演训的公告，宣布12月30号在划定的海空域进行实弹射击。这次演习为什么不同？首先，兵力编成是跨军种全要素的陆海空火箭军4大军种同步出动，这在以往的台海演习中并不常见。其次，科目的设计指向性极强，
夺取综合制权意味着空中海上电磁网络多个维度的全面压制，要港要域封锁指向的是对台湾主要港口和关键海域的军事封锁，外线立体涉阻则是明确针对外部势力可能的军事干预。更关键的是地理坐标，此次演训区突破了过去的默契线，部分区域直接贴近了台方自行划定的12海里的所谓的领海线。海岛以北演训区域紧贴着基隆外港，等于封住了北部能源进口通道的咽喉。海岛以南兵力部署指向高雄港和左营军港，这是台军最重要的海军基地和南部的航线枢纽。海岛以东直接卡住了外部势力从太平洋方向驰援的航道。多项围岛分区控压，把封堵援助、瘫痪命脉、孤立分裂3个战术目标同时摆上了桌面。这次火力运用也是远近衔接、高低搭配，火箭军的中近程弹道导弹负责远程精确打击然后空军战机夺取制空权，海军驱护舰队实施海面封锁，陆军的远程火箭炮覆盖近岸目标。台独分裂势力所有的能源设施、主要港口、军事基地都在解放军火力网的覆盖之下。这话不是说给岛内听的，而是说给华盛顿和东京听的。进入2026年，这种高压态势不仅没有放松，反而拧得更紧。1月下旬，台所谓的防务部门几乎天天都要发布解放军军机军舰在台海周边活动的动态通报。歼16、空警500、运8、反潜机等多型的机型轮番出动，部分军机越过台方单方面声称的海峡中线，进入了台方所谓的防空识别区。军舰方面，055万吨大驱、052驱逐舰常态化的在台岛以东海域巡航，与空中力量形成了协同的态势。海峡中线这个概念在解放军的航迹下已经彻底沦为一张废纸。岛内的舆论现在早已不是讨论会不会打，而是严肃的讨论什么时候打、怎么打、能撑多久了。台湾所谓的防务部门的负责人顾立雄多次被追问美台军事协作的细节，回答是顾左右而言他，支支吾吾的样子恰暴露了内心深处的不安。他们比谁都清楚，这一次形势完全不同了。更让台湾当局背后发凉的是2026年的4月，代号兼并年2026的美菲日澳法多国联军军演，把演示区域推到了靠近巴士海峡一带。外部势力的姿态摆得越足，大陆的反制就越有理由层层加码。这种对等升级的逻辑一旦启动，临界点就不再是理论推演，而是分秒逼近的倒计时了。重要的是，这些信号已经不再是外交辞令，而是写在每一次军机掠过头顶的轰鸣声里，写在每一次清单缩减的冰冷公文里，写在海峡两岸每一个关心时局的人日渐清晰的预判中维持现状只是一个美丽的文字陷阱，它的真名叫做事实独立。大陆现在要做的就是亲手拆掉这个陷阱，让所有人看清楚，现状不是白维持的，分裂不是白搞的，代价必须支付。统一从来不是一个是否的问题，而是一个何时的问题。看看2026年上半年的台海的布局，再看看习近平主席在党的这个105周年会上的讲话，已经不提和平了，已经在说只争朝夕了。那个历史性的临界点真的不远了，答案就已经摆在那儿，已经发生，正在发生的巨变之中。朋友们，你们同意我的这个判断吗？点个订阅，咱们下期再聊。